之下，谁是我？放下更辽阔。爱不说，雨滂沱，交错过，当下落，尘埃里起星火。撕开成夜弥补的封锁，心点燃照亮所有寂寞，任凭岁月的帆流里漂泊，破茧重来过。月如歌，明如火，心事无名却执着，就让我奔赴下一条断河。穿梭雪飘落，踏过崎岖又重合，数尽我永远为爱而活着。听如歌的炽热。他的身手当真了得，竟然能杀死丁一，那可是何如飞的得力干将啊！公子，那些女子的尸骨怎么办？那孙祥福是个笑面虎，他儿子孙林更是人面兽心，强抢民女，凌辱完之后还杀人灭口，死都是便宜他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帮相爷拿到账本。至于那些枉死的女子，想来萧绝定然会当仁不让。我们只需浑水摸鱼，占得先机。印象，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心里应该清楚，我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那些慈悲与我无缘。公子，你也是我自己主动选择了这条路，何须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找补？都督，我之前在路上看到过许多寻人启事，失踪的皆是女子，想来定然与这后院埋藏的尸骨有关。按照丁一的意思，这无人来往的佛堂禁地是用来镇压冤死女子的亡魂。这孙家父子是想让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都督，我们一定要替这些枉死的女子讨回公道。这些已然无法挽回的事情，早一点处理，迟一点处理，没太大区别。眼下重要的是军粮和军费。怎么会没有区别？早一些处理，便可以早一些告慰那些枉死女子的在天之灵，让其他更多的女子免遭毒手。都督，难道真的为了军粮军费，就可以对这些事情置之不顾吗？还是说，因为这些受害的人是被这世道轻视的女子，便可以不被重视？我如何行事，自有安排，无需你来过问。
瓶中药丸可止血化瘀，服3颗，在房中好生休养。以为这样就可以收买我？既然你不帮我，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何燕，都督，我去收集失踪女子的信息，结果被何燕撞到了。无事，说说京中情况吧。是，晋良和如妃想尽办法地攀附徐敬府，徐敬府却不愿理睬她。怕不是进来才攀附的。看来我当年真的看走了眼。明水一战，他故意救援来迟，怕是那时就已经与徐敬府勾结起来了。如今派人杀我，恐怕也是递给徐敬府的投名状。他该死！我与何如妃有过交情，但后院佛堂的事安排的如何了？都安排好了。丁一突然消失，孙相府定然会焦躁不安。这场大戏是时候开锣了。丁一啊，在下从未遇到，不知孙大人找他有何事？若在下遇见，可代为转达。也没有什么太要紧的事儿了，有劳楚大人了。楚大人，咱们一会儿饭厅见啊。云生，丁锦孙相府用毒相杀消绝计划落空，丁一又不见踪影，他此时定然不安。那账目可是他保命的东西，他定会格外在意。另外，若你找到账本下落，也不要着急动手，以免引起骚动。是。你就知道吃，这客人还没来呢。爹，这粗鲁。正所谓这食色性也，您这不是跟圣人作对吗？你，楚大人，真是让您见笑了。萧都督，程公子。萧都督，程公子，让下官好等啊！快快入席，快快入席。哎呀，可真是丰盛啊！舅舅，你应该向孙大人学一学，对我大方一些，不要总是掖着藏着的苛待我。程公子，你的眼伤痊愈了？是啊，我可是太医院首座大弟子，这点小毒难不倒我。其实我当晚就好了。那你还装瞎？你白白浪费我们家那么多好药。你等，不是我，你等，我说什么了吗？我说话，爹妈，可以。都督见谅啊，这逆子被我宠坏了，口无遮拦。无碍，
该是我向孙大人道歉才是。我这向来不太懂事的外甥，从小顺风顺水惯了，此次遭遇险境，心里有了后怕，担心再遭毒手，所以故意装瞎愚弄大家。我也险些被骗了。哪里，说起来，程公子装瞎这事儿倒是蛮有意思的。是吗？正是，我也觉得。正是。那就快动筷子吧，菜都凉了。听闻今年叶州城的粮食收成并不好，佃户们也都欠着钱。可是上次的宴席和今天的午宴，皆是丰盛非凡啊，看起来完全不像是闹灾荒的样子。还是说，孙大人深受上天眷顾，只有在您的府上才会风调雨顺？正是要感谢苍天。灾荒是有的啊，只不过这2日好了许多。既如此，我们聊聊军费的事吧。叶州城这些商人，年年拖欠赋税，简直胆大包天。这样，孙大人，您把税簿拿出来，让我看一看，都有谁？哎，都督大人，这个不合适吧？哦，我是看孙大人盛情款待，不过是想投桃报李罢了。啊，多谢。这样，我也不为难孙大人。孙大人，您只需要把那些不交税的商人列出来，我做东，明日邀他们一聚，替孙大人敲打他们。哎呀，这个不合适啊！那些孙大人，我舅舅好心好意帮你，你却不领情。你不着急向他们要税，我们叶州卫还着急向他们要军粮军费呢。不，程孙大人，萧都督诚心诚意，你就接受他的好意吧。那就有劳都督大人了。楚大人，不知可愿赏脸，一同出席啊？都督相邀，我怎能不去呢？方才为什么要说穿自己装瞎的事？我这不是在帮你吗？帮我？是啊，帮你吓那孙家父子，替都督的计划打前站嘛。我知道，都督你还是在乎那些枉死的女子的，所以，我自然是要助都督一臂之力。所以你不生气了，是因为知道了我的计划。在下何晏，替那些枉死的女子，谢谢都督大义。见面又如何？这些府上的死穴都捏在我的手里呢。在这叶州城，我看谁敢多嘴。打开那柜门的方法，可看清了？看清了。说起来，这次还要感谢萧诀，是他要列商人名单，才给我们创造了机会。公子，孙陵卧房外有侍卫把守，奴婢虽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去，可开启暗格时会有响动，势必会引起侍卫的警觉，所以想要顺利拿到账目，还需想办法调开那些侍卫。
萧决明日要摆一出大戏，又怎会毫无准备？等侍卫被他的人制服了，便是你拿账目的最好时机。公子，燕无好燕，也就只有孙祥福会相信萧决是真的想帮他敲打富商。你为何要答应出席？萧决对孙祥福发难，孙祥福为求自保，必定会死命拖你下水。我不去，他就不会拖我下水吗？所以我更要去，凭着我兵部巡查使的身份，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说上话。不过，孙祥福的确不能留，免得夜长梦多。若是真将老师事情捅出去，于我而言，可就麻烦了。公子放心，奴婢定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这诸位怎么都不吃啊？不挺好吃的吗？怎么都不吃啊？诸位，这米是叶州城百姓辛苦耕耘所得，这菜呀也是叶州城百姓辛勤劳作所获。各位怎么不动筷子呢？怀姐，依我看，各位大人莫不是忧心赋税一事，食不下咽啊？程公子说的对呀，哈哈哈哈，吃吧，吃啊，哈哈哈哈。你们真的是吃不下呀？本官知道你们不容易，但是萧都督不知道啊，你们得说出来，让萧都督知道，他才能理解你们吗？啊！孙大人此言甚是在理。都督明鉴。诸位，无需顾及其他，都将你们各自的难处说一说吧。看来这宴上拘谨，大家都不愿意交谈啊。要不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正好知道，孙府有一处风景独特之地，不若请诸位随我们一同去看看。如此甚好。诸位，萧都督不耐等人，请。请。楚大人，下官萧都督所说的好风景，本官自然不能错过。你告诉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就要问孙大人和孙公子了。这个，我什么慌？慌什么嘛？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要像为父一样，不要慌啊！有什么关系吗？
孙小福，我女儿干什么？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为什么会死在你家？我女儿为何会死在你家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你得去问萧都督和程公子嘛！啊，为何将我们带到这荒废已久的地方？也不知道从哪搞来这么些尸骨让我们看，这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这是你孙大人的府邸，所以这埋藏尸骨之人，必定出自于你孙府。12具尸骨恰好与失踪女子的数目吻合，是孙陵强抢良家女子，凌辱之后，将他们残忍杀害，埋在此院当中。而孙祥福以权谋私，纵子行凶，包庇善后，罪无可恕。哎，萧都督程公子，说话得讲证据，你不能血口喷人，你把污水往我们父子身上泼吧？对啊。楚大人，您是京中来的天子近臣，您能明辨是非的啊！这明明就是萧都督程公子因为叶州为军粮军饷的事情对我产生了怨恨，于是就把那一盆污水泼在了我父子身上了吧？对啊。楚大人，你也觉得我在泼脏水？我自是相信萧都督和程公子的为人，但是单凭这些尸骨确定不了什么。断案要讲真凭实据。对啊，断案得讲真凭实据。楚大人不愧是青年才俊，楚大人都说得讲真凭实据了吧？啊，证据呢？证据在哪里？就是证据。不知道，这是谁啊？不认识。本小姐乃是太医院长院独女宋桃桃，初到叶州就被孙陵劫掠，这一点当日客栈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若不是程公子出手相助，我便是这里第13具尸体。闭嘴！楚大人明鉴，萧都督程公子，我知道犬子鲁莽得罪过宋小姐，但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把2件事情往一块儿来说吧？对啊，这逆子，就是因为你，你看，人家开始报复了吧？啊，人家开始打击我了吧？人家开始污蔑我了吧？人家现在开始往死了污蔑我们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冤枉啊！冤枉？那这12尊神像又是怎么一回事？12尊神像代表着12个冤魂，你们父子做了亏心事，还妄想让神灵替你们压了这些可怜女子的亡魂。好一对一心向善的父子啊！天理昭昭，神灵又岂会帮你们这样的恶人？程公子，您这话就严重了。对，谁知道这12尊神像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巧合吧。另外，也许是那将尸体运来之人故意为之，混淆视听，很有可能啊！对，混淆视听。这12尊神像新旧不一，那不妨让打造这些神像的匠人过来说一说，每一尊神像是何时打造，再与那些枉死女子的时间一一对比。不用对比，这是孙相府，原来是你这个狗官和你儿子害死我女儿啊！我说为何迟迟不能断？还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命！还我女儿的命！诸位放心，都督一定会替你们的女儿，还有其他枉死的女子，讨回公道的。
你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诸位，你请起吧，我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这儿怎么还有一具男尸啊？男尸？这不是孙大人府邸的那个小厮吗？没有。本官记得，我刚来叶州城时，在万花阁见过他。他那日好像是奉孙大人之命，在挑选宴席上献艺的舞姬，可是千挑万选，选出了一批刺客，刺杀本官。难道这也是孙大人的命令？哎呀，死的可真是够惨的呀！都是替人卖命，也不知道孙大人的下场会如何。他能有什么好下场？好，好，我便告诉你我下场如何，啊，马上告诉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马上就知道了，我下场如何？你们看着。继续。哎，来了，这怎么办？哎，都督，那些想要闯进来的侍卫，已被我等制服了，请都督示下。先关起来。是。军粮军费找到了吗？没有，府衙的仓库是空的。孙大人，既然商户们都是交过税的，那由你负责筹集的军粮军费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这军粮军费他……孙祥福，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说实话吗？爹，萧都督，下官知道你想要什么。若你能保我父子性命，我便告诉你那幕后之人。刺客，去追！爹！我怎么办呀？爹！完了，爹！真是徐敬府的好门生啊！你已经努力为那些女子讨回了公道。若不是你早有计划在先，戳破孙家父子残害女子的嘴脸，那么我这一环
也派不上什么用处。飞奴大哥，都督明日要宴请富商，之前处理那些女子尸体时，发现她们衣着华贵，肯定出身富裕人家。近来又打探到城中富商确实有人丢了女儿，想来这两者之间必然有联系。那些女子会感谢你的，他们也会感谢都督的。灭口孙祥福，你出手很及时。为公子分忧，是奴婢应该做的。这可是一把双刃剑，是命丧黄泉，还是富贵利禄？端看怎么用。公子，奴婢拿账本时碰到了萧绝的手下，奴婢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与相爷是师徒，萧绝定然早就疑心于我。不过他没有证据，又能奈我何？都督，属下遇见了一个可疑的蒙面人，一路跟着到了孙林的书房。那人在孙林书房密室的暗格里拿到了一件东西，属下本想将其夺回，可中了他的计。有人在暗中趁乱坐收渔翁之利，果然是好算计。孙祥福将暗格里的东西护得那样紧，想必是与徐敬福有关。在这府中，除我之外，还有谁会如此在意徐敬福？楚州？没错，奈何没有证据。那些遍寻不得的军费军粮，怕是也都落入了徐敬福的口袋。都督，那咱们真的就这样算了？叶州卫的将士们吃什么呀？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只是眼下只能另想他法。那些尸骨可都通知家人认领了？只是有3位女子来自外地，天南海北，不知姓名，也不知来历。那便让他们入土为安吧。叶州城外有一处高台，名曰乘风。把他们葬在那儿，愿他们可以乘风而游，自在山河。常言道，女子以真静温柔为美，可这柔也是弱，出门在外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这和做不做女子无关，不论男女，谁还不是从羸弱婴孩成长起来的？若是不愿羸弱，大可像男子一般习武强身。虽然对于女子而言，势必更艰难些，但学总比不学强，没准儿还能当个女将军。身为男子，更应该保护女子，将她们护在羽翼之下，一生安稳。我倒是觉得，女子不应该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男子身上，不做笼中鸟，池中鱼，应当有自己的羽翼。就像都督在碑上所刻的字：乘风而游，自在山河。紫兰莫哭，母亲只是累了。如果有来生，母亲还愿做女子，做你的母亲。母亲要丰满自己的羽翼，保护好我的紫兰。如果当年有人愿意给母亲一个公正，那该多好！大人，公子小心！不碍，大家是奔着萧都督来的。哪里？楚大人也做了很多。
多谢诸位大人帮我们惩治了贪官呢。是啊，多谢大人。怀姐，大家这么热情，你是不是有些不自在？要不要我帮帮你啊？你怎么帮嘟嘟？自然是两眼一闭，不看为敬。百姓的一片心意，萧都督甩袖离去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对呀，收下吧，收下吧。是啊，怀姐，你看，大家这么热情，你若是一直冷着脸的话，岂不是成了负心汉？这样。歪理邪说。萧都督，您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要不是您，在下的女儿她……哎呀，罢了罢了，不说这个了。萧都督，您此行，我们知道您是为叶州卫筹军粮军费的，所以我们联合了所有商户，筹集了粮食钱财，作为叶州卫的军粮军费。是啊，是啊，谢大人，大人，您收下吧，收下吧，大人。哎呀，我可真是一员福将啊！像我这样的人才，就应该进九旗营。在下代叶州卫，谢过大家仗义相助。萧都督客气了，收下吧，萧都督客气了。登记一下吧。好，来，走。萧都督，程公子，我也要启程返京了。孙家父子一事，我也会上报给朝廷。在此别过，有缘再见。那就祝楚兄一路顺风。承你吉言。程公子，说起来，你我也见过数面，也是颇有缘分。但是，在下并未知道你的姓名，莫非真是萧都督的外甥程礼苏？在下何晏，禾苗的禾，和清海晏的晏。之前多谢楚公子替我隐瞒，举手之劳罢了。何兄的剑舞也是一绝，皇说古野仙人。何兄放心，这个秘密，在下也定会为你保守。还不收拾行装，不想回叶州卫了？回，当然要回。怀姐，何兄，你们可算回来了。没想到啊，那孙家父子竟然如此人面兽心。不过这样也好，做媒的人如此不靠谱，我爹娘应当也不会再逼着我娶那毒物女了。程礼苏，毒物女？你叫我什么？哎，何兄，咱们改日再叙旧啊！你想赶我走就直说，何必把这个毒物女叫过来啊？都督，他们这是……程礼苏看起来像中风了，得治。哦，这宋姑娘平时看着文文静静的，没想到这么彪悍。只有你会这么觉得吧？这是何意？你不是自诩是个人才吗？自己想。我想什么？先下毒，后刺杀，这何如飞真是一点都没有变。不过他对萧诀下杀手，究竟是为何？难道说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节吗？坠落心海里的光，揭开伤疤，我只想逆流而上，勇气挥动的响亮是存在的胆量。
去逆风点亮。不甘的愿望，冥冥中眺望，谁会在乎这慌忙？趁热的去闯，拼了命倔强。飞舞在世界上，总要有渴望，推翻那些伤，去寻找光。坠落心海里的光，揭开伤疤，我只想逆流而上。勇气回荡的响亮，是存在的胆量。追光心海里的光，掩埋脆弱相思而生的力量。你将遇见风起云涌的凝望，保质的真爱，你陪我闯荡。飞舞在世界上，总要有渴望，推翻那些伤，去寻找光。坠落心海里的光，揭开伤疤，我只想逆流而上。勇气回荡的响亮，是存